今天是2016年3月11号，我要在三星店开门之前赶到那里。哎呀，时间有点赶，因为昨天睡的实在是太晚了。然后希望今天能够赶紧开到，然后作为第一个拿到机器的人，我不像别人说是那种媒体啊要去参展，去那个展览会上或者去发布会上拿机子，我呢是真的是去店里买到第一台。 很累的。Welcome back.终于历尽千辛万苦，然后拿到了这一款机型啊！这是北美首发第一款，哎，可能不是第一个拿到的，因为今天去的时候呢，已经有2个人在我前面，2个人，我基本上是在开门的第一瞬间去的。可是他今天竟然提前10分钟开门，导致我不是第一台拿到的，但是无所谓，终于拿到了三星的 Galaxy S7 Edge， 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 开封视频 ，Let's go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正式开封，然后看一下盒子，这个纯黑色啊，是因为呢，第一批货它只有黑色版本，想定金色还有其他色还真的是不可能。但是呢，不可能就不可能吧。总之呢，我们还是有一款手机的。OK， 看一下正面包装盒。 Samsung Galaxy S7 Edge 有点像镀金的那种感觉。盒子非常简单，背面呢，它告诉一些基础参数，比如说4G 网络64位的8核处理器，4GB 内存然后显示器是 AMOLED 当然有一个 IP68 防水，具体防水怎么样？据说是在1米的水之下呢，能放30分钟。以后呢有机会我们测一下啊。 32GB 内存 ，OK，Wireless Charging 无线充电，但是需要购买额外的设备。今天呢在店里有看到，但是没有买，因为拆封视频。OK， 好，其实很奇怪的是，在拆封的时候我发现根本不需要拆封，因为它上面根本没有一个封条可以让我拆的，所以就非常简单的就直接揭开盖的好了。当当 ，That's it。 这就是三星的 S7 Edge 零售版第一款。感觉第一手摸上去之后非常的轻薄，好像比我的 iPhone 6 Plus 还要薄一些。OK， 把这个盒子先放一边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正面呢？ 正面、背面各一张膜，撕掉之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完美的主机。当然，背面还有一个是干嘛的？这是背面还有一张贴纸，把它撕下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整体机身。下部呢竟然不是 USB-C 的接口，这是唯一让我不太喜欢的地方，还是普通的 USB 微型 USB。 机身右方呢有一个这个麦克风和 speaker， 还有3.5毫米的这个耳机接口。据说 iPhone 7会去掉，但是它呢还是没有去掉。顶部也有个麦克风，还有一个插卡的地方。其他没什么，就真的很薄感觉哈。放一边，看看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哇，一个非常别致的这个东西一个非常别致的。 里面放了一些说明书，Samsung Smart Service， 然后还有就是英语、法语双语的一个，告诉你怎么充电、怎么接，然后还有一些叫 Additional Use， 还告诉你呢，这款手机可以外置这个 USB 的硬盘，还可以接 USB 的硬盘，还可以接外置的键盘鼠标。说明书先放一边，然后看到这个配件，哎呀妈呀，这配件看起来真的有点廉价哦。
塑料的充电插头，白色塑料的。不过说实话啊，当我看到这根线的时候，我感觉就充满了廉价的感觉，就感觉像地摊货，去地摊5、6块钱买一套，这个质感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是一个叫做 USB connector 的一个东西，应该是这个呢，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小玩意儿呢接外置的移动硬盘。外置移动硬盘这个设计啊，还是比较 smart。然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，电源有了，这应该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应该难道配的耳机吗 ？OK， 三星也有自己的耳机可以配啊。那这个耳机呢，是用黑色的这个包装盒包装的，感觉为什么要用黑色的包装盒，让我一眼都看不清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？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让我很失望，它是三星电子越南制造。打开看一下吧，接着拆封，咱都拆了。3、2、1，走起！哎呦，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别致哈，感觉也有点像入耳式，但是还是感觉怎么看起来好廉价的感觉。这个塑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要可以 ，Oh my god！ 好像是如果这个头用脏了呢，这个耳塞用脏了呢，是可以换的，还给你提供了一套额外的，哎，这个贴心还是不贴心呢？大伙说了算。根据我的感觉呢，我可能不太会用这个耳机，但是毕竟这个耳机呢，还是带麦克风呢，还可以带这个遥控啊，所以也许会非常方便。但是米哥有很多其他耳机，所以暂时不用这个，所以先放一边。OK， 整体拆封呢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这是所有的东西啊，放在一起。好，它大概的包装就是这些：手机一台，说明书、数据线、耳机，还有这个 USB connector， 还有当然啊，充电插头，大概就这么多东西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吃，做的非常非常别致。这个是看这个顶针是怎么弄。拔都拔不出来，我的妈 ！OK， 做成这个形状。OK， 最后一根针放在这里。接下来我们打开机看一下。3、2、1，走起！三星 Galaxy S7 Edge 开机界面是这个样子。Welcome。OK， 选择呢，刚开始要选择一个语言的切面，为了给大家观看上呢，就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调成了中文啊，简体中文。刚开始呢就问你这个 WiFi 的连接，我们直接点下一步，然后下一步条款和条件永远需要同意，我觉得没有人会看的，我给同意。然后他要说添加您的姓名，让手机对某些应用进行个人设置啊，就添加我的了啊，姓氏王。设置完姓氏呢，它会有一个保护功能，问你直接要不要设置指纹，或者设置 PIN 图案或者密码。我说 OK， 设置指纹呢，他给大家看一下设置指纹这个过程。他就会问你，就是设置指纹的时候，他还是要提供一个额外的一个保护措施。像我的话，我会用一个就是数字密码，简单一点。然后输入完呢，它需要你再次确认，我搞定。然后现在就要将手指放在主屏幕键上，抬起手指，然后重复这个过程。我试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、11。OK， 让我移动一下手指啊。OK， 对不起啊，米哥还是用这个伤还没有完全好的大拇指在设置这个指纹，因为我比较习惯用右手的大拇指去解锁。然后问你如何在锁定屏幕上显示通知，我们显示全部通知内容吗 ？OK， 为您的手机启动保护功能，已经设置完毕，点击下一步。然后谷歌的服务需要吗？在大陆的朋友可能不需要哈。OK， 我点击需要，然后它会让我就是用三星的账户，可是我
感觉我没有三星的账户。然后刚才呢是因为没有三星的账户，所以我要试一下重新注册了一个。然后这就是我的三星的账户，大家以后可以给我发邮件，记得。然后他说从旧设备复制内容，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没有旧设备，所以它是新的设备，直接点下一步好了。然后简易模式使用简单的主屏幕布局，更大的文字图标，不需要。然后这可能是一种密码机制，或者说结束并安装。然后用指纹直接进入下一步，然后添加我的谷歌账户，因为它毕竟是安卓系统，安卓系统呢一定要注册谷歌账户啊。OK。在输入完谷歌账户之后呢，感觉到好无聊，现在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很无聊。但是设置呢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它因为刚开始我选择装这个叫 Samsung Manox， 现在我其实有一点点小后悔，我不想装它怎么办？我需要点击返回。然后此时呢设置成功，这就是我们的三星的手 Galaxy。然后旁边呢是可以推出这个快捷键的。但是呢，今天鉴于呢是我第一天拿到这个手机，具体使用的感觉体验呢，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，我会尽快给大家制作出来，所以记得大家关注我的频道。因为呢，为了做这期开封视频啊，米哥真的是花了很多精力，还有金钱但是为粉丝做一些东西呢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希望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没事记得看完视频点个赞，然后我们下期体验视频我们再见拜拜。它应该就是 USB 3.0